你能想象吗？当我天生就能听见人心里的阴暗时，整个世界仿佛在我耳边只剩下了无尽的恶意。我用5年的沉默来对抗这一切，以为会烂死在这片黑暗里。直到那天，我妈从福利院给我领回一个小神婆，而我第一次从一个人的心声里听到了我的死讯。他心声在我脑海响起：这个哥哥长得真好看，可惜是个短命鬼。还记得那天妈妈挑中了那个正对着一棵大树念念有词的小女孩。院长一脸无奈：江董，这孩子有点怪，您还是换一个吧。说完，他指了指自己脑袋，他这里好像有点问题，一天天总神神叨叨的。我们带他看过医生了。这江董事长怎么想的？家里一个拖油瓶不够，还想选一个脑子有病的小孩。我皱了皱眉，又是一个表面恭敬内心恶臭的伪君子。妈妈却觉得他特别又可爱，大手一挥，多有想象力啊，跟大树都能聊得有来有回的。我儿子开口有希望了，我就要他了。这女孩边走边嘀咕，嘴里不是说这个人倒霉，就是那个人可怜。我摇了摇头，这女孩中2病入脑没得救了，以后我不知道会有多烦。院长迫不得已把碎嘴女孩带到我们面前，真是人傻钱多，赶紧把这疯子带走。谁知他刚一站定，表情就一脸震惊。下一秒，一个心声在我脑海响起：这个哥哥长得真好看，就是可惜了，是个短命鬼。我叫姜慈，能听见所有人的心声。这项能力没给我带来任何好处，反而让我提前窥见了成人世界的虚伪和肮脏。5岁那年，我彻底闭上了嘴。妈妈带我看了无数医生，都说我是心理问题，他们建议要我多和人接触。于是我被她带到了福利院。我妈打算给我收养一个妹妹，她挑中的小女孩叫苏念，一个瘦瘦小小、眼睛却亮得惊人的女孩。院长把她带到我们面前时，念念还在对路边的油桶碎碎念：你今天肚子疼吗？我看他们塞了好多信，你肯定消化不良了。院长尴尬地咳嗽一声：风言风语，江董可千万别反悔。我妈却双眼放光，仿佛挖到了宝。苏念是吧？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家里有好大的花园，你可以跟所有的花花草草聊天。苏念抬起头看了看我妈，又看了看我。这个哥哥长得真好看，就是可惜了，是个短命鬼。我一愣，接着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又是一个想靠装神弄鬼博取同情的骗子。可他接下来的心声却让我皱起了眉。不行，他看起来那么孤单，死的时候一定很可怜。谁让我善良呢？我得想办法救救他。我赶忙拉了拉妈妈的衣角，示意离开。我不需要任何人拯救，尤其是一个看起来脑子不正常的小女孩。妈妈却误会了我的意思，她一把抱住苏念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儿子都等不及了。院长，手续今天就办。就这样，苏念坐上了我家的车。一路上，她像只刚出笼的麻雀，叽叽喳喳。哇，这个车好大，比院长的面包车舒服100倍。妈妈，你真漂亮，你真漂亮，像天上的仙女。仙女阿姨这么有钱，以后我就可以吃饱饭了，再也不用跟大胖抢馒头了。这声夸奖让我妈笑得合不拢嘴。接着苏念又把目光转向我，看得愣了神。这个哥哥真的好好看，皮肤好白，睫毛好长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，只想这一切快点结束。到了家，他更是震惊地张大了嘴。天哪，这是皇宫吗？苏念像一只巡视领地的小狗，在客厅里跑来跑去。接着他从一个布袋里掏出来一堆破烂，一个缺了角的搪瓷杯，一个看不出本来面貌的布娃娃，还有几块漂亮的石头。苏念把这些东西宝贝似的摆在房间各处，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。这是我的宝座，这是我的权杖，这是我的子民。我靠在门框上，冷冷地看着。妈妈捂着嘴笑，真可爱，像个小精灵。她举着那个缺了角的杯子停在我爸生前最喜欢的一件雕塑前，一脸严肃：阿姨，这里棱角太锋利，容易划伤哥哥。接着又指向高处的储物柜，这个太高了，我和哥哥都够不到，不方便。苏念甚至要求妈妈把一个古董花瓶换个地方摆放，这个不吉利。还好我来了，这家里的风水真是差劲，怪不得哥哥整天阴阴郁郁的。家里的佣人们站在一旁，我能清晰地听见他们的心声：哪来的小神婆，真是晦气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，敢对小少爷指手画脚。我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女孩，烦躁感达到了顶峰。她不仅吵闹，还迷信多事，这个家闹还迷信多事，这个家因为他的到来变得一团糟。晚餐时间，妈妈为了欢迎苏念，亲自下厨，可惜妈妈厨艺不精，结果就是一桌子寡淡无味的菜。江董的厨艺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的难吃。管家的心声让我嘴角抽了抽，伪善的家伙，装作难以下咽，却还要强颜欢笑。人类的虚伪真是经久不衰。我没什么胃口，扒拉了2口米饭就想放下筷子。妈妈一脸担忧：慈，怎么吃这么少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我摇摇头，目光无意识地飘向了桌角的水果篮，那里放着几个金灿灿的橘子。我只是多看了2眼，下一秒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拿走了一个橘子。是苏念，他把橘子拿到我面前，用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。哥哥，你想吃橘子吗？我给你剥。我没理他。苏念也不在意，自顾自地开始剥。橘子皮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，他却突然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喷嚏。啊嚏！苏念揉了揉发红的鼻子，眼睛里泛起了水光。我愣住了，这该死的橘子味真要命，呛死我了。但是不行，这个短命鬼哥哥都看了好几次橘子了，肯定想吃的不行。我忍，为了拯救他，我什么都能忍。他一边在心里悲壮的呐喊，一边飞快地剥好了橘子，掰下一半，小心翼翼地递到我嘴边。哥哥，张嘴啊！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和鼻尖，还有那副视死如归的表情，鬼使神差地张开了嘴，酸甜的汁水在口腔里爆开。我默默地吃完了他剥的一整个橘子。妈妈和管家都看呆了。
天啊，慈慈居然吃了别人递的东西，小小姐真是神了，连小少爷这种石头人都被她撬动了。我低下头，耳朵有些发烫。我才不是被她打动，我只是不想浪费食物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晚上，苏念被安排住在我隔壁的房间。我以为到了晚上终于清静了，可深夜我被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。睁开眼，我看到一个黑影从阳台的栏杆上像只壁虎一样灵巧地爬了过来，然后他拉开我房间的落地窗钻了进来。是苏念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明天怎么让妈妈把他退货。苏念蹑手蹑脚地走到我床边，一屁股坐了下来。哥哥，你睡着了吗？我闭着眼装死。我知道你没睡，你的眼睫毛在动。我跟你说哦，我们福利院有个传说，到了晚上12点，厕所里的水龙头会自己流出红色的水。还有东边那间储藏室，听说以前吊死过人，一到下雨天就能听到女人的哭声。他喋喋不休地讲着各种神神叨叨的怪谈。我忍无可忍，从床上坐了起来。黑暗中，苏念看到我坐起来，似乎很高兴。哥哥，你醒了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刺激？刺激？我只觉得烦躁。我真是天才，用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。他终于有反应了，看来这个办法有用。虽然这些故事我自己讲着都害怕，但为了让他不那么孤单，我拼了。他的心声让我准备感人的动作顿住了。孤单？我从来不觉得孤单，我只是厌倦了那些虚伪又肮脏的心。我喜欢一个人待着看书，书里的人物没有心，我只用眼睛就能读懂他们，简单又纯粹。苏念见我没反应，又凑近了一些。哥哥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啊？是不是被我感动住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也不用太感动。福利院里面人都说我人好，咱们慢慢相处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往后缩了缩，拉开了和他的距离。苏念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像太阳晒过的味道，很陌生，但不讨厌。你别怕呀，我很厉害的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，我能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我看到你头顶有一团黑气，肯定是他导致你心情不好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把他赶走的。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掀开被子下床，我走到书桌前，拿起支笔，在苏念的注视下，我写下了一行字，然后我把本子递给了他。苏念借着月光，一字一句地噎了出来：请你离开我的房间。读完，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把本子递给了妈妈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请把他送回福利院。妈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苏念正好从楼上下来，看到了这一幕，他愣在原地，小脸煞白。妈妈叹了口气，蹲下来看着我：慈慈，妈妈知道你不喜欢吵闹，但念念她。话还没说完，苏念突然冲了过来，他一把抱住我的腿，嚎啕大哭：哥哥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我再也不半夜爬你窗户了，我再也不半夜爬你窗户了，我再也不跟你讲鬼故事了，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哥哥，你相信我，你真的黑云盖顶了，我想陪着你，我想救你。苏念的眼泪鼻涕蹭了我一裤腿，我嫌恶的想把他推开，却在听见他心声的那一刻，浑身僵硬。我不能回去，绝对不能回去。福利院每天都吃不饱饭，那群大孩子还总欺负我，把我关在黑屋子里。我好不容易才靠装疯卖傻躲开他们，我不想再回去了。只要不回去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像潮水一样从苏念的心底涌出，瞬间将我淹没。原来都是假的，所谓的拯救，所谓的预言，所谓的陪伴，全都是他为了逃离地狱而精心编织的谎言。一股被欺骗的愤怒和对这个世界彻骨的失望猛地攫住了我的心脏。我用力地推开苏念，力气大到让他摔倒在地。慈慈，妈妈惊呼。我什么都不想听见，只觉得这个世界虚伪的令人作呕。我夺门而出，将慈妈妈的呼喊被我甩在身后。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救赎，所有人接近我都带着目的，连一个孩子都这么会演戏，这个世界烂透了。我就这样冲出了家门，漫无目的的在街上狂奔，周围行人的心声像是无数只苍蝇在我耳边嗡嗡作响。老板真是个傻子，这个月的报销我又多报了500。旁边这个女的腿真粗，还穿短裙，烦死了，什么时候才能下班？我停下脚步，站在一个施工中的大楼下，几个工人的心声钻进我的耳朵。今天风也太大了，这脚手架感觉要散架了。催什么催？没看吊臂晃得厉害吗？出了事算谁的？我抬头看着那摇摇欲坠的钢筋和脚手架，嘴角扯出一抹冷笑。好啊，就让这个肮脏的世界来一场意外，彻底终结我吧。我故意走到了吊臂正下方，平静地闭上了眼睛。刺耳的金属断裂声和工人的惊呼同时响起，钢筋和砖块像暴雨一样朝着我的头顶砸落下来，周围传来路人的尖叫声，我却异常平静。死了也好，死了就再也听不到那些恶心的心声了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将我撞开。哥哥小心！砰！震耳欲聋的巨响在我身后炸开，我被撞得滚出好几米，脸上被溅到了什么东西，温热的，带着一股铁锈味。远处传来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喊：念念！我僵硬地转过头，刚刚我站立的地方，此刻已经是一片废墟，钢筋、砖块、水泥板堆成了一座小山，而苏念就摔倒在那片废墟旁边，他的额头破了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，一条腿以诡异的角度弯折着。还好我做到了。他的心声微弱地响起，接着眼睛一闭，彻底昏了过去。念念，我的念念！妈妈疯了一样扑过去，快叫救护车，快！周围乱成一团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为什么？苏念不是在演戏吗？他不是为了留下来才撒谎的吗？为什么要救我？
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，又要救我！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我像个木偶一样被塞进了车里。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让我回过神来。我坐在急救室外的长椅上，看着那盏亮着的红灯。妈妈蹲在地上，哭得几乎昏厥过去。管家和几个保镖围在她身边，不停地安慰着：“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带慈慈出门的。小小姐千万不能有事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这种事？”嘈杂的心声在我脑海里乱成一锅粥，我却只反复回想着一个画面：苏念推开我时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，还有他最后的心声：“短命鬼哥哥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”医生从急救室里走了出来，谁是病人家属？妈妈立刻冲了上去：“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”病人失血过多，左腿粉碎性骨折，需要立刻手术。但是医生面色凝重，病人的血型是 Rh 阴性，我们血库告急，需要家属。我是妈妈急切地打断他：“我是 O 型，抽我的。”医生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病人是 A 型，您是 O 型，虽然理论上可以，但风险太大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啊？”妈妈彻底崩溃了。我站了起来，走到医生面前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我看着医生，忍住刀刃抵在喉咙般的剧痛，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喉咙里挤出沙哑的声音：“抽我的，我是 A 型 Rh 阴性。”整个走廊都安静了。妈妈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眼睛里蓄满了泪水。慈慈，你能说？慈慈，你能说话了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看着医生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抽我的血。”我被带进了抽血室，冰冷的针头刺入我的血管，温热的血液顺着导管流出。我看着鲜红的液体一点点装满血袋，心里翻涌着愤怒与感激，最终都化为对自己的厌弃。我恨他的谎言，又不得不承认是这个骗子用命救了我。我欠苏念一条命，还给他，我们就两清了。手术进行了很久，我输完血，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一直等到急救室的灯熄灭。医生走了出来，摘下口罩，脸上带着疲惫。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妈妈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，被管家扶住了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我站起身，转身就走。慈慈，你去哪？妈妈叫住我。回家。我头也不回，这里太吵了。回到家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苏念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此刻安静的可怕，没有了叽叽喳喳的吵闹声，没有了神神叨叨的碎碎叶。我竟然觉得有些不习惯，下意识地走到他房门前，我手抚上自己的喉咙，那里还残留着说话时的灼痛和陌生感。5年了，我第一次开口是为了一个骗子，值得吗？我不知道。第二天，妈妈推门进来，她的眼睛又红又肿。慈慈，念念醒了，她想见你。我没动，她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。医生说她求生欲很强，这对她恢复有好处。我依旧没动。见我，见了面说什么？质问他为什么要骗我，还是感谢他救了我？太可笑了。妈妈见我没反应，叹了口气，默默地退了出去。这孩子心怎么就这么硬呢？念念是为了他才……我用被子蒙住了头。我不是心硬，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用谎言编织善意，又用生命践行了这份善意的骗子。我在房间里待了3天，这3天我没吃任何东西，只喝水。我以为我会像以前一样平静地接受这一切，但我的脑子里却总是控制不住地闪现出苏念倒在血泊里的样子，还有他那句心声：“短命鬼哥哥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”第4天，我终于走出了房间。我去了医院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站在了那间病房门口。透过门上的玻璃窗，我看到苏念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一条腿被高高吊起，打着石膏。他正费力地侧过头，想去拿床头柜上的水杯，却怎么也够不着。可死我了，护士姐姐怎么还不来？我推开了门，苏念听到声音，转过头，看到是我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哥哥！我走到床边，拿起水杯，插上吸管，递到他嘴边。苏念就找我的手，小口小口地喝着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太好了，他终于肯理我了，我还以为他再也不想见到我了呢。腿断了也值了，我心头一震，值了。为了我这个满心阴暗、一心求死的人，他觉得值了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呆了呆，接着手忙脚乱地拿出随身带的本子和笔，在上面写了一行字：值得吗？苏念看着那3个字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弯了弯，笑了。值得。他看着我，眼神清澈又认真。哥哥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。苏念声音开始发颤，带着哭腔。其实我说我能看到每个人的命运是真的，只是一直没人相信我。他的眼泪掉了下来，声音里充满了恐惧。在福利院，我看到王奶奶的命运线变得很暗，就告诉她最近不要出门。她不听，结果出门摔断了腿。我还看到大胖的命运线里有火光，让他离厨房远一点。他以为我咒他，还打了我一顿，把我关进小黑屋。后来他们都说我是乌鸦嘴，是怪物，再也没人理我了。他们都躲着我，骂我。苏念说到这里，泣不成声。我只能装疯卖傻，假装自己是在和花草树木聊天，这样他们只会觉得我脑子有病，而不是怪物。我用谎言保护自己，可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想救你。你是我第一个决心要拯救的人。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原来苏念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自己，他是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被当成谎言的真相。苏念用生命去证明了这一切。我看着他哭得发抖的瘦小肩膀，第一次生出了想要保护一个人的念头，眼眶莫名发热。我擦了擦眼睛，又赶忙低下头，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，眼睛进了沙子。苏念看着我，破涕为笑，结果牵动了伤笑。
结果牵动了伤口，又疼得龇牙咧嘴。哥哥，你真可爱。那一刻，我听着病房外嘈杂的心声，第一次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也不是那么无可救药。苏念出院后，成了一个需要坐轮椅的小瘸子，而我成了他的专属司机，每天推着他在家里的花园里晒太阳。苏念依旧神神叨叨，哥哥，你看这朵玫瑰花，它在生闷气，因为他旁边的小雏菊抢了他的阳光。哥哥，那只蝴蝶好像迷路了，我们帮帮它好不好？我以前觉得这些话聒噪又愚蠢，现在我却能耐着性子听他说完，偶尔还会回应一句随便。妈妈请了最好的语言治疗师给我，我开始重新学习发声，练习对话，过程很枯燥，但我坚持了下来。每次我一开口，苏念就在旁边给我加油打气。哥哥，你好棒，这个音发的比昨天标准多了。哥哥加油，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。哥哥的声音真好听，像大提琴一样。等他完全好了，我要让他天天给我夜故事书。我看着他一脸崇拜的样子，忍不住想，如果他知道我能听见他的心声，会不会尴尬地钻进地里？我的话渐渐多了起来，虽然还是不习惯跟外人交流，但在家里我已经能和妈妈、苏念进行简单的对话。妈妈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她说，领养苏念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苏念身体很好，很快就康复了。妈妈把苏念安排到了我所在的初中。开学第一天，我就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不是因为我优异的成绩，而是因为我的脸和我的沉默，以及我身边那个叽叽喳喳、见谁都要点评一句命运的苏念。很快，一个叫孟佳的女孩开始频繁出现在我周围。她是班长，长得漂亮，家境也好，众星捧月。姜词，这道题我不会，你教教我。她拿着习题册，靠得我很近，香水味很浓。我皱了皱眉，往旁边挪了挪。装什么清高？全校的男生都想跟我说话，就她对我爱答不理。我没理她，低头看自己的书。孟佳的脸色僵了一下，随即又笑起来，把目标转向了我旁边的苏念。你就是苏念吧？听说你很神，能看到别人的未来。苏念正盯着孟佳头顶，一脸严肃。你最近桃花很旺，不过是烂桃花，小心被骗财骗色。孟佳的朋友们哄堂大笑，这疯子说什么胡话呢？佳佳的男朋友可是校草，对她好得不得了。孟佳的笑容也冷了下来，一个福利院出来的野丫头也敢对我指手画脚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她看向苏念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叫李丽的女孩，挑衅地问道，那你也看看她有什么好事发生吗？苏念看了一眼李丽，摇了摇头，你家最近要破财，你爸爸投资的东西会血本无归，最好现在就让他收手。李丽脸色一白，随即强撑着反驳，你胡说，我爸才不会信你这种神棍。苏念耸耸肩，不再说话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心底的烦躁又开始翻涌。第二天，学校炸开了锅，李丽的爸爸投资的股票一夜之间崩盘，据说亏掉了大半家产。李丽哭着来上学，看苏念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怨恨。是你诅咒我家的！她冲着苏念尖叫。一时间，班里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苏念。天啊，他真的会诅咒人，太可怕了！我们还是离他远点。孟佳站了出来，装作一副公正的样子。李丽，你别激动。苏念可能也只是碰巧说中了，他嘴上劝着，心里的声音却恶毒无比。太好了，这下所有人都把他当怪物了，看姜词还怎么护着他。放学后，我看到孟佳带着李丽和几个女生，把苏念堵在了教学楼后的角落。苏念，你不是很能算吗？算算你今天会不会挨打？孟佳抱着臂，冷笑着，把他的头发剪了，看他还怎么装神弄鬼，划划他的脸，让他再也不能用那张脸勾引姜词。我听着他们肮脏的心声，心底一点点变冷。果然，这个世界上还是肮脏的人更多。我走了过去，放开他。孟佳看到我，有些意外，但随即又恢复了镇定。姜词，你来得正好，你这个妹妹是个怪物，她会诅咒人，我们是在为民除害。我走到苏念身前，将她护在身后。我看着孟佳，一字一句的开口，孟佳，你上周用你爸的副卡买了限量款的包，却骗他是学校收的补课费，还想瞒多久？孟佳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又转向李丽，李丽，你把输掉的钱赖在你爸爸头上，其实是你自己偷偷拿了家里的钱去打赏男主播，对吗？李丽浑身一抖，惊恐地看着我。剩下几个女生也被我用她们心底最阴暗的秘密吓得连连后退。你也是魔鬼！她们尖叫着四散而逃。角落里只剩下我和苏念，她从我身后探出头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。哥哥，你好厉害，你怎么知道那些事的？我转过身，对上她清澈的眼眸。我猜的。那件事之后，再没人敢明着找苏念的麻烦，但关于她是乌鸦嘴女巫的流言却愈演愈烈。学校宣布要组织秋游，去邻市的一座国家森林公园。妈妈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能让我多和同学接触。慈终于肯多说话了，参加集体活动对她有好处。我看着妈妈期待的眼神，没法拒绝。苏念却拉着我的衣角，小脸上满是担忧。哥哥，我看到这次秋游的画面了，红色的，还有黑色的，感觉很不好，有血光之灾，还有分离。他的心声让我心头一紧。没事，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头。有我。秋游当天，我们坐上了大巴车，冤家路窄，孟佳和他的朋友们也在同一辆车上。他无视学校305身的规定，偷偷带了他那只叫雪球的白色波斯猫。一路上，孟佳都在向周围的人炫耀他那只名贵的宠物。一群土包子，见过这么纯种的猫吗？大巴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行驶，窗外是层峦叠嶂的山峰。开到一半，一辆大货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，按了声长长的喇叭。尖锐的鸣笛声让车里的人都吓了一跳。孟佳怀里的雪球更是受了惊，尖叫一声，从他怀里挣脱，亮出爪子，在他手臂上划出几道血痕。雪球！孟佳痛呼一声，那只白猫像一道闪电，在混乱的车厢里乱窜。我的猫，快抓住它！孟佳不顾老师的呵斥，站起来去追。白猫受惊之下，
径直冲向了驾驶座。司机大惊，一边要稳住方向盘，一边吼道：“快让那学生坐下，猫要过来了！”眼看雪球就要钻到刹车和油门下面，孟佳也急了，他不顾一切地扑过去，想在司机脚下抓住他的猫。混乱中，他的手猛地抓住了方向盘，用尽全力向旁边一拽。不要！司机发出绝望的嘶吼，大巴车瞬间失控，轮胎与地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车身剧烈地撞向路边的护栏。砰！一声巨响，世界天旋地转，我只来得及将苏念死死地护在怀里，耳边是无数惊恐的尖叫和心声。车窗外的天空和悬崖在我眼前翻滚，最后随着一次剧烈的震动，车停了下来，一半在路上，一半悬在万丈深渊之上。死寂只持续了1秒，随后车厢里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尖叫，大巴车像一个被推到桌边的积木，危险地倾斜着，车头已经完全悬空，透过破碎的前挡风玻璃，能看到下面云雾缭绕的深谷。别动，都别动！老师声嘶力竭地喊着，但没人听。我要死了，让人听！我要死了，让我下去！我要回家！往后走，快往后走！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理智。靠近车尾的学生开始不顾一切地向后门挤去，他们的移动让本就不稳的车身发出了令人牙酸的金属呻吟声，车头向着悬崖又下沉了几分。我瞥了一眼缩在前面的孟佳，他正死死盯着自己那只同样被吓坏的猫，完全不顾周围的哭喊。雪球，我的雪球，你千万不能有事，别人死活关我什么事？他甚至恶毒地想，要是把前面那个受伤的同学推下去，车是不是就能稳一点了？我心底的厌恶达到了顶峰，我的腿被变形的座椅死死卡住，剧痛传来，但我知道骨头没断。苏念在我怀里，吓得浑身发抖，小脸惨白。哥哥，别怕！我抱紧他，声音却控制不住的发颤。我必须让他离开。老师，我冲着前面那个同样吓得六神无主的男老师喊道：“组织学生从后门出去，一个一个，慢慢来。”我的冷静似乎感染了他，他回过神，开始指挥学生撤离。苏念，你先走。我推了推苏念，他却死死抓着我的胳膊，拼命摇头。不，我不走，我要跟哥哥在一起，我不能丢下他。那团黑气又出现了，比任何时候都浓。我走了，他会死的。他的心声像一把锤子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。听话，我加重了语气，你在这里只会碍事，快走！我不。苏念哭着，就是不松手，带他走。我对着那个男老师吼道。老师别无选择，他知道多留一个人就多一分危险。他走过来，抓住苏念的胳膊，用力将他往后拖。不，放开我，哥哥！姜慈！苏念的哭喊声被一点点拖远，他的小手在空中徒劳地抓着，那双含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充满了绝望。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后门，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，车身的晃动也渐渐平息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开始尝试着解救自己被卡住的腿。车里只剩下我和另外几个被卡住或受伤动弹不得的同学，还有那个罪魁祸首孟佳。他缩在角落里，抱着头，除了发抖什么都不会。都是我的错，怎么办？我不想死。我懒得理他，用尽全力去掰扯卡住我腿的座椅金属杆，汗水顺着额头流下，滴进眼睛里，又涩又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瘦小的身影出现在了后门口，逆着光，看不清脸，但那个轮廓我绝不会认错，是苏念。他竟然又回来了！我让你走！一股无法抑制的怒火和恐惧冲上我的头顶，我冲他大吼，他被我吼得一哆嗦，但还是固执地爬了进来，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。我不走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异常坚定。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如果这是你的命运，那我陪你一起。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疼得无法呼吸。你这个笨蛋！我骂道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蹲下来，用他那双没什么力气的小手帮我一起拉扯那根金属杆。哥哥，我们一起。就在这时，车厢尾部传来一声巨大的金属断裂的巨响，是连接着山体的后半截车身也终于撑不住了。大巴车失去了最后的支撑点，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变慢了。我看到苏念惊恐地抬起头，看到窗外的山石在飞速远去，失重感猛然袭来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，用我的后背去迎接未知的撞击。风声在耳边呼啸，像死神的哀嚎。我闭上了眼睛，这一次我没有再想死了也好，我只是觉得遗憾，遗憾还没有告诉我妈我爱她，遗憾还没有对苏念说一声谢谢，遗憾我短暂的人生里终于照进了一束光，却要这样熄灭了。预想中的粉身碎骨没有到来，我们重重地砸在了一个柔软而富有弹性的东西上，巨大的冲击力让我们向上弹起，又落下。旁边传来金属车体落地后被压扁的恐怖声响。我睁开眼，身下是一个巨大的橙色安全气囊，周围是无数闪烁的警灯和消防车。我们活下来了。我低头，怀里的苏念安然无恙，只是因为恐惧和后怕，在我怀里抖得像一片秋风中的落叶。我抱紧他，仿佛抱着全世界。我和苏念在医院醒来，这一次他只是受了些皮外伤，我却因为保护他，左腿骨折，打上了厚厚的石膏。孟佳因为间接导致重大交通事故被学校开除，他的父母也因为舆论压力和赔偿问题焦头烂额，但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从悬崖上坠落的那一刻，烧尽了掩藏在家族深处50年的隐秘和误会，让这个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，更加坚不可摧。寿宴在一种奇异而温馨的氛围中结束了，宾客们带着满腹的感慨和谈资，心满意足的离去。可以预见，从明天起，关于穆家这场跌宕起伏的真假千金风波，以及我外祖父外祖母那堪比画本的爱情故事，将成为整个锦都未来几个月最热门的话题。但穆家的声誉非但没有受损，反而因为外祖父的深情、外婆的坦诚以及最终那戏剧性的大团圆结局，而赢得了一片赞誉。至于钱家那3个人，他们的下场也很快传了回来。钱大海数罪并罚，被判
判了流放3000里，终身不得返回锦都。钱翠芳长嘴5时，被扔出幕府后，似乎是受了刺激，精神失常，整日在街上疯疯癫癫地念叨着穆家一半的家产。最惨的是钱丽丽，她不仅名声扫地，成了全锦都的笑柄，还因为她父亲的缘故，被那个地下钱庄的人抓了去。据说她被卖到了城南最下等的窑子里，后半生都将在泥潭里挣扎。对于他们的结局，我没有半分同情。贪婪是原罪，当他们将恶毒的计谋对准我的家人时，就该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。